赶紧想法子呀！看什么看？公主，奴婢有一招，可以让她誓死效忠公主，绝无儿媳。只不过这招嘛，赶紧说吧，别摆谱。招她做面首。招她做面首。正是，只要公主招她做面首，那怀庆啊，自然不会与您相争。只不过，要牺牲公主些许名誉。那不碍事儿，本公主声名远播，损失一点没什么。但面首什么意思啊？公主不知道啊。闻所未闻。你们都知道？哎，别愣着呀，动筷子，动筷子！我炒完这个菜就来啊。真是丑的。哎呀妈，放不下啊！他脑袋下毒了呀？下毒倒不会，抽风了是真的。来啦！西红柿炒鸡蛋，哎，看看啊，哎，家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活？赶紧告诉我，我来干，要不然一会儿我睡着了，前功尽弃了就。哦，那个门口的那个牌匾需要打磨上色包浆了。太好了，妹子，我现在就去，你们先吃啊，不用管我，我一会儿回来就吃。你们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。你是不是要破镜了？哎，你怎么知道二叔看得真准？这么快的吗？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高兴高兴，二叔很高兴。二叔活了这几十年，就盼着能有一天不睡觉。二叔是真心替你高兴。哎，你是怎么修炼的？能教我们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爷，娶妻啊！一会儿说啊。来了。你昨儿去哪儿了？头还问津来着。昨儿有事儿走了啊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休沐吗？哎呀，好事将至，快来快来。什么好事？那个，你别说兄弟我们不照顾你啊，你跟我们去抄家去。抄家？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太康相邻不是入了狱吗？但是他家呀早就应该抄，这不丧婆在即嘛，就推迟了节。抄家算什么好事？我还有活没干。你没抄过家，你不懂规矩。抄没家产时，吏员会在前庭点其值钱物件，记录在册，然后带回衙门。但是，他们不参与执行。这事儿被头知道了，不好吧？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的意思是啊，咱们就弄点那些没人要的，是吧？然后不记录在册的那些破烂，你说不准里面就有值钱的东西。你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就是什么在合理的范围内啊，谋求利益啊，对，赶紧换衣服去。等我，马上，快点儿！师傅，回家吃饭了啊！是这儿了吧？走吧，快！哎，老朱，快点！兄弟，那个带队的银罗大人到了吗？春风塔啊！你们3个迟到了。迟到了？他们不也都迟到？兄弟，是我们迟到了，啊！兄弟，你别跟我们多见怪，你只要耽误正事儿也不好。抽刀啊！别冲动。
你很硬啊。挨打要立正，滚回去。去！看好了，都向他学习，知道吗？很好，大家都向他学习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好，大人教训的是。孟兄，没事吧？方才你幸好没有抽到，要不然你就完了。我知道，以下犯上是大罪。他姓朱，是咱们衙门里最年轻的银罗，他父亲也姓朱。所以呢，你不也姓朱吗？你他爹啊？朱金罗？是的，没错。他不仅是咱们衙门里最年轻的银罗，也是整个大凤京城里最为看重的年轻俊彦。在你出现之前，前几日我同他手下的铜锣去喝酒，听他说，朱银罗特别不喜欢咱们春风堂，不喜欢春哥，更不喜欢你。他不止一次地说，你个区区铜锣，凭什么能？这，给我穿小鞋。拿着。没事儿。哎，给他们拿着。什么东西？没有藏东西的。都有。喂，你们三个还没挨够打是吧？把东西给我放下。你们都给我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准去。把地上这些废物都给我扫干净，扫不干净，我就弄死你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好。听不到。好。
哎呀，哎，这么还有点收获。哎呀，宁宁，这对不住我，本来以为挺好个事儿，没成想。没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宁宁，我看你多次摸手，伤得重不重？不是，这狗东西又气急了。宁宁，我跟你说，这伤你就可以告，你回头告诉头，头肯定忍不了。算了，别给头添麻烦。哎，找魏公。什么情况？哎，你别冲动，不文书上写了吗？纸敲架不连坐呀。干活吧啊！别，你看，哎呦，过来！大声点！滚！启安，来，砍我！我已经记住你的名字了，回去我亲自给魏公告状。好，李大娘，我现在就去找头儿，弄死你们！起开！你们是真畜生！一人一个窝，救人！请出来给我撒手！你如果再敢碰他，我立马状告魏公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待我怎样？宁宁，别上刀，别上刀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松开他，否则我要你的命！听到了吗？他要我的命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要我的命。救我！松开！给我死！
你，逃吧！你活不了了，你快逃吧！我要跑了，我家人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知道吗？啊！你为了个不相识的女子，你知道吗？哪有那么多吃不吃？总有些事情要高于生命。不备战！受人部落举旗安，不公，积极上进，为生不无法纪。有春风堂无动，就有衙门审理。不小，不谢谢，将此事禀告给他。姐姐，莫让朱银楼的手脚，一定要看住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好，顺哥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！何事如此慌张啊？许仙差点杀死朱银罗，快速速救他呀！广孝现在在他回衙门的路上，朱银罗马上就能知道消息，我怕许仙连进衙门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朱哥，珠儿，救啊！哎，还有救吗？法器银罗替朱大人挡住了正面攻击，侥幸保住了性命。珠儿，爹爹来了，你醒醒！珠儿，这怎么回事？道气进入脏腑，若不找4天前的术士，怕是不行了。 4天前人呢？已经派人去请了，很快就到。让人把他接下来。1炷香不到，我让你陪葬。是，儿子，珠儿，快些走，进了衙门才算安全。 朱金华，你就是许其安？大人，许仙是春风堂的人，请允许我将他带回春风堂。不行！就是你看上了我儿。 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我后悔没砍死那个杂碎。想死！我春风堂的人你都敢动？不行，没事。头，我知道，别说话。杨毅，他杀的可是我的肚子。那又如何？你确定要保？ 要保。住手！魏公有令，将许仙带回衙门，此事由他定夺。魏公，我儿朱成柱被铜锣许其安斩成重伤，生死一线，到现在还未脱离危险。 望魏公为卑职做主，严惩许其安。魏公，是朱成柱欲凌辱犯官女眷，许其安劝阻未果，才怒而出手。你一派胡言，分明是许其安挟私报复。
有分歧，对峙吧。参见魏公。你将事情一五一十的禀报给魏公。魏公，集结时许七安迟到了，朱英罗便教训了他一顿。谁知道他怀恨在心，抄家过程中，许七安见朱英罗对于犯官女眷有调戏之意，于是便借题发挥，拔刀砍人。魏公，卑职有事禀告。集结时，我等并未迟到，可那朱英罗刻意刁难，动手殴打我和许七安。抄家时，他强行把我们留在前厅，不准我们进入内院，我等只能照做。直到后院传来女眷们的哭喊声，许仙忍无可忍，赶去制止朱英罗。可那朱英罗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将那女眷拖到院中，与当众凌辱，以此逼迫许仙出手。魏公，他二人与许七安私交甚笃，这言之词难免偏私，不足以采信呐。魏公，此事在场铜锣有目共睹，他们都可以作证啊。实话实说，保你们无事。集结时，许七安三人的确没有迟到，朱英罗确实将女眷拖入院中，欲当着我等的面凌辱，言语中对许七安多有挑衅。都给我住口！即便如此，也要交给衙门来处理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小小的铜锣来处罚啊？魏公，许七安冲撞上级，按照大更人的规矩，应该腰斩。女儿朱成柱无视刑律，无法无天，即日起革职，永不录用。铜锣许七安攻击银锣，致重伤，罪大恶极，押入监牢。7日后，于街市口腰斩。魏公，魏公。都退下吧。魏公，愿以身心奉丞相，不为自身求利益，可是真心话。自然是真心话。夜挥之不散，要休相看。尔时尔路，民脂民膏，下民一律，上天难欺。同样也是我的真心话。
梦长有来人，按照魏公的吩咐，将许七安押入大牢，等候调查。人浮生在这来时段，有你我就能安养不放。明知这世间多期盼，只愿许情难悲欢了不斩。花落过红袖下，我认定与你一生去绽放。徐大人，明艳砍伤上级银罗，魏公下令腰斩。多少？头儿，消息送到了。抱歉，我能尽力了。我们还有相熟同僚吗？能找都找了，现在只剩下金罗了，我们也联系不上。你们两个陪我喝会儿酒。头儿，我晓得你们有私藏，当值的时候偷偷喝。我知道了。魏公有他的难处，许七安他确实是做错了。这个蠢货，那都差点把人给砍死，砍的还是个银罗。我觉得我已经够蠢了，没想到他比我还蠢。知道我就不要了，闹心，真的是活该呀！就算你的资质比别人好那么一点儿，你事情闹那么大，整个衙门的人都在观望，难道公然偏袒？让魏公的魏心何在？名声建立起来需要长年累月，而破坏掉只需要一瞬间。如果真是偏袒了许七安，以后谁还信魏公？现在好了，一个革职，一个腰斩，秉公处理。
你俩看着什么破玩意，图案都不对称。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日子里，衙门里的人都会规规矩矩。许七安，你死的不冤，值了。不长眼啊！秀禾姐，哟，如妹妹呀，许久未见，都认不出你了。家中事多，抽不开身，疏于走动，还请见谅。这里边是点心，还请姐姐相待。这还是桂月楼的糕点，花了不少钱吧？妹妹从来不送我东西，今儿是怎么了？这么客气？是我家侄子许其安失手伤了银罗，被魏公判了腰斩，所以我就想请侍郎大人给说个情，保我侄子这一条性命。我家大人毕竟是礼部侍郎，在朝堂上还是说得上话的。只是老爷身居高位，无缘无故替一个犯了死罪的人说话，这要是被政敌抓住把柄，我岂不害了老爷？糕点你还是拿回去吧。走，回府。夫人，夫人，那王秀娥怎么说呀？答应帮忙说说。哦，你镯子呢？求人办事儿，那是你嫁妆啊！这都是身外之物。等林燕回来了，我从他下月月钱里扣。司天监那边怎么说呀？我见到宋清了，他说打更人的事，司天监插不上手。御刀卫那边也，我这个当叔叔的没用啊。现在不是垂头丧气的时候。等二郎回来吧，他心虚。他兴许能有办法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铜锣，人被眼前，哪有选择的权利？
22路，明知明告，下民一律，上天难欺。同样也是我的真心话。人心难测，关心如同断案，切不可因一时成见而下定论。你们认为我判错了？卑职不敢，是那银罗凌辱犯官女眷在先，许七安出于道义，因此愤而出手。卑职以为此举有利于震慑衙门内的不正之风，愿魏公法外开恩，饶许铜锣一命。愿魏公法外开恩，饶许铜锣一命。求义父法外开恩。这许七安的人缘不错嘛，一大早这都第几波了？打更人的金锣，除了那姓朱的，几乎全都到齐了。义父，那也不缺我这一个了。求义父法外开恩。你也觉得我判错了？义父没有错，但许七安更没有。你帮玩着呀，人家头，别冲动，真的还有别的办法的头。好，那就别往上想了，小姐啊，冲哥，一定有别的办法，别再去了，头，好三思啊，头。文渊，给我出来！先都起来！大胆李玉春！这卑职李玉春，头，你别冲动，他喝多了，那个脑子不清楚，这胡言乱语，酒量不行，滚开！成哥，滚！卑职李玉春，元经20年入职衙门。一直恪守本分，尽职尽责，以肃清贪官污吏为信念，以报效国家为目标。17年来，兢兢业业，不曾渎职违法，不曾收受贿赂，不曾欺压良善。原以为一腔热血能换来天朗地清，然17年来，目睹诸多同僚欺压百姓、讹诈商家，每每抄家被贪没银两财物，皆因犯官女眷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心无法，如何执法？己不正，何以正人？今日我李玉春不忍了，故径辞而去，亦可斩我。春哥，上面打过招呼了，特许你入狱探视，但只有半炷香时间，应该够了吧？够了。
当然，前提是能给他叫醒。叫醒？嗯，就这样，睡好几天了。正常，武夫都这样。我爹的梦想就是这样，辛苦。大哥啊！大哥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练功呢？心神合一，气宇玄机，练神术。呸！味儿真大。你大哥我可是熬了好几天夜，才突破了练神境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你的同僚来到府上传信，告诉我们你的遭遇。凌月连夜出城赶到云麓书院通知我，我一听说你出事了，就连夜往回赶。等到天亮，内城城门开启才进来。家里面人还好吗？娘一宿都没睡，连夜找同乡帮忙。爹爹去了司天监，又去了御刀卫，凌月则是哭得不成样子。见到我时，连说话都在哆嗦。凌茵也很担心你，早上就只喝了1碗粥。难为他们了。我找过老师们了，但魏渊与书院的关系并不好。院长说你乃长公主推荐，唯有她才能救你。可惜，长公主不在宫外。无妨。刚才你的2位同僚与我说，可以帮我弄到评书，我进宫去找他。四舅，你不怪大哥吗？当然怪，怪大哥学艺不精，没有劈死那个杂碎。哟，不愧是读书人啊！对不起，我会救你出来。放心吧，你大哥我福大命大，这大牢啊，我也算是3进2出了，再加上有长公主护着我呀，没事儿。但愿如此吧。带银子了吗？带了。你去找那个芋头，就说要取回我的一件物品，就是之前那个玉石小镜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带着他去东城的安济馆，找一个叫很远的人，让他传话给1号，就说3号被关大根人地牢，请求帮助。那若是镜子不在了呢？那便算了。长公主那边也不用去了。铜锣、腰牌、佩刀、制服都不能带走，其他的随意。兄弟，手里通报一下。在下云麓书院学子，有事求见长公主，还望通报。在这等着。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那余下的得靠你自己了啊！辛苦了，宋大哥、朱大哥。哎呀，只要你也得救，一切好说。殿下，客人来了。在下云麓书院许新年，见过长公主。找本宫何事？在下堂兄许七安遭遇大难，恳请殿下出手援救。许七安，他怎么了？一个铜锣将银锣砍至重伤，那必定是下了死手。往重了说，这叫杀人未遂。堂兄做事固然冲动，但若是他不出手，那位可怜的女子就遭了朱银罗的凌辱。一之所在，
不轻于权，不顾其利。堂兄并非读书人，可是他懂得舍生取义的道理。那魏公的处罚结果呢？朱阴罗革职，永不录用。堂兄7日后腰斩。这是老师慕白大儒、右平大儒的手书，恳请殿下相助。本宫知道了，只是打更人隶属于皇室，只听令于父皇一人，本宫只能尽力。谢长公主。不能把筹码都压在长公主身上，她应承了此事，但愿出几分力，尚未可知。徐子敬，这些年你究竟在干什么？来年春闱，我一定要告终。禀告长公主，已调查清楚，许七年所言句句为实。许七安和朱银罗平日是否有仇怨？两人此前并无来往，只是那朱银罗确实在私底下表达过对许七安的妒忌与厌憎。太康县令的家眷是否遭连坐，冲入教坊司？不曾。其实这些年，朱银罗屡屡做出凌辱犯官女眷的事，只是没人愿意为这些女眷做主罢了。属下还调查到，那朱银罗确实有逼许七安出手的意图，只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铜锣，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。我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陛下，您醒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回陛下，寅时一刻。此时秋露正寒，陛下潜心修炼，应当心圣体呀。灵宝阁有消息吗？奴才已经吩咐下去了，一有国师出关的消息，立刻回禀。
下，桑婆突然发生爆炸，永镇山河庙被毁。永镇山河庙已毁。委员，见过陛下。大典刚过，怎会出这样的事啊？臣正在勘验。郑国建呢？落入桑泊湖中，正在捞取。监正何在啊？回陛下，司天监传来消息，说监正大人身体抱恙，不便觐见。其余尸体皆如他们一般。陛下，臣等并未发现有强敌入侵的痕迹。委员，陛下有令，不得入内。怀庆，如何？情况暂时未知。沛公，沛公，情况如何？永镇山河庙坍塌是贼人所为，但早已不知所踪。是否与那日祭祖大典有关？陛下命我15日之内查清案情，找出贼人。我已告诉陛下，此案绝不容易。朕依旧有些心神不宁了。陛下，这是心病，心病还需心药医。朕确有心病。可否让国师早日出关呢？朕即刻修告诏书，封他为先妃。陛下的意思，我会转达师傅。好了好了，无需担心。已经无事了。父皇，此事是否与祭祖大典的异常有关？
父皇，适才碰到了魏公，他向儿臣表达了自己的难意。以儿臣之见，魏公之意是希望我能在您面前替他说情，多宽限他几天。儿臣正好认识一位探案高手，若他能参与此案，半个月之内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什么人呢？此人正是打更人衙门的许。不妥吧？怀庆公主又想提拔自己人？父皇，父皇，这太子哥哥都还没领命呢，怀庆姐姐就想先声夺人了。您说说。那依你之见呢？您不知道，临安只知道天大地大，父皇的龙体安康最大。父皇，桑博可是皇家禁地，临安倒想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宝贝。若那群贼人可以随意进入，那他们也能潜入我的府邸了。胡说！有父皇在，看谁敢动我的临安分毫。桑博爆炸事关重大，朝堂上下人心惶恐。父皇，儿臣虽不善查案，但可派出禁军和6部好手协助，定能查明此案。皇兄若能担此重任，儿臣并无异议。此事就交由太子吧。是，父皇。这么说，魏公暗示殿下出手，却被临安公主出言阻拦。显然，临安还不知道许七安的事情。那为何长公主不出言提醒？若是临安知晓，定会促成此事。刚才还不是时候。现在告诉他。父皇多疑，桑博爆炸对皇室又是莫大的威胁。此时提携自己的客卿，难免会引起父皇的怀疑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明明冒着被父皇不喜的风险，却又在你3言2语之后退却了。不对，怀庆断不会如此。公主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慌张？我刚听宫里有人议论，说许通罗被关入大牢了。什么？奴婢朝那几人打听，说是他以下犯上，当众砍杀阎罗，犯了大忌。魏公震怒，当众判了他腰斩。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许家，是许家，不行不行！哎，哥哥，你救救他，你救救许家。你救救你别急，许七安是何人？许仙是我的一位客卿。你的客卿是打更人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林安，我的小婆婆，林安，你慢些跑，林安。如殿下所料，那临安公主果然去了御书房。许七安触犯律法，又是魏公的人，父皇不会淌这趟浑水的。只是没想到，那临安公主苦苦央求，最后却说许七安是她的面首。他说面首，好生荒唐。不过，像他会说的话。陛下勃然大怒，已经将太子与陈贵妃叫去。父皇只是一时之喜，任谁都知道，临安是不会干出这种事的。他知道面首是什么吗？临安真的不知道面首是什么意思啊，父皇。是我宫里的那些奴才婢子们教我说的，太子哥哥。他们说面首，面臣之首，就是客卿头头的意思。父皇，你相信我？闭嘴！跪下！陛下，临安虽然顽劣，可还不至于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
求陛下明鉴。父皇，李安只是救人心切，今日之事一定是个误会，求父皇明鉴。陛下，你是想把朕活活的气死啊？嗯？林安知错了，林安不敢养面首的。区区一个铜锣，你就这么想救他？林安真的想救他，他会作诗，还会断案。你说他会断案？他可厉害了。儿臣见过他在打更人批阅的卷宗，如何呀？破案十之八九，神速。儿臣斗胆请求父皇，允许他探查桑伯一事，将功赎罪。好，既然你都如此看重他，朕便给他个机会，让他将功补过，切头办案。多谢父皇。如若半个月内破不了案，朕直接斩了他。你是老许不？你是？有几个遇到位的叔叔让我来告诉你，他们今天临时有事，不会来了。这些个混蛋！我们昨天喝酒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今天谁都不来了，猪狗不如啊！宁烨，我答应过你爹，要护你周全。虽说我功法低微，但二叔说到做到。你的面。我不说不让你给我放香菜了吗？你怎么又给我放香菜呀？蒜有吗？给我来点蒜。有。哎，吃面不就蒜，味道减一半。吃饱了，才有劲儿干正事儿。宁烨，稍等二叔一会儿，就一碗面的功夫。嚯，新蒜呀！大弟，圣旨到！大更人衙门铜锣许其安，朕念其有破案之才，特许其戴罪立功，于半月内彻查桑伯湖一案，查明则免罪复职，否则以原罪论处，令大更人全力相助。钦此。臣领旨。哎呀，魏公啊，这回陛下可是法外开恩，施恩于他打更人。你说说这个小铜锣，还真有这福气。
此事也有劳公公了。魏公，谢过。回。许七安这小子还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！真是个二愣子。你骂我做甚？你以为义父为什么会跟长公主说那句话？义父特意在书房外暗示长公主，想必长公主才会向陛下举荐，让许七安戴罪立功。这还用你告诉我？我自是心中肚明，只是不愿点破。就凭你那榆木脑袋！好了，不要再吵了，到牢里把他提出来吧。是。遣人通知李玉春，说陛下特赦许七安，准许他戴罪立功，他李银罗官复原职。还有，隆重一点。哎呀！英爷，我答应过你爹，要护你周全。虽说我功法低微，但是二叔说到做到。茅房在哪儿啊？宁雅，宁雅啊，你不用死了，宁雅！啊，陛下允许你将功补过，戴罪立功。快点，兄弟，兄弟！我不死也把你们压死了！去看，去看！明爷，刚才二叔闹肚子，耽搁的时间有点长了。这次绝不会出什么纰漏。明月，二叔来了。什么人？竟敢夜闯好启楼！干什么的？大人，过路的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拿刀做什么？把它解吧。你看，越着急还越解不开了。大哥，你帮忙解一下呗。桑博爆炸，陛下让我戴罪立功，彻查此案。啊，你这次算是福大命大，你捡回一条命来。陛下怎么知晓此事啊？我们只知道魏公却丧桑博，面见圣上，今早就下令让你赶紧出狱。
魏公，啊，就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多回去啊！啊，走吧。好。嘿，哎，你小子出来了，江大人。啊，他们都跟我说了，江大人替我求情，您也在此谢过。不算什么，况且你又没错，我们这些金罗都站在你这边。小子，好样的！待我哪天有空再去找那杨艳比划比划，定将你要过来。哎，大人抬爱。这是这个小毛贼发了失心疯，在咱们打更人衙门口拎着把小破刀，在那呜呜喧喧的，让我擒住了。疯了吧？是啊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江大哥，此人敢擅闯打更人衙门，说不定幕后有主使。依我看，直接大牢，重刑伺候，不怕他不开口。有道理。来人，先别审了，直接扔入大牢。用刑。行。哎，江大人，我先去忙了。好嘞。再来。啊，有空一起喝酒啊。好嘞。走。怎么了你？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叫我呢？哎呀，这管傻了吧你？你已经出来了，以后就再也不用进来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兄弟二人必定助你查案，保你平安。好兄弟，好兄弟。嘿！四九，长公主她……长公主心有明镜，但愿会出手吧。娘，二哥，吃点东西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办法。也不知道林燕在里边能不能吃上饭。娘，明月说的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想怎么就打吧。明月，这几日你也没怎么吃，多少吃点吧。早知道当时就不收留他。你不是一直都不想收留大高吗？我这嘴你还不知道啊？当时要不是林燕的父亲救了你爹，哪会有我们这个家？更别说有你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草参。多吃点东西，补充补充体力。背着我吃什么好吃的呢？大哥，你呀，豆丁儿，大哥抱抱。想不想大哥呀？快快快，吃什么好吃的？我这2天饿死了。什么好吃的呀？个讨债鬼，哪有你的份儿啊？怎么啦？我可听辞就说了，这2天我不在的时候，婶婶饭都吃不下。哎呦，吃不下，我胃口可好，吃的可饱了每天。妹子呢？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我还以为啊，我听说你也不吃饭啊？
爱的鸡腿的姐姐。你真乖。好了，大哥没事啊，坐下吃饭。那我再炒个菜。你别忙活。